盘点不同人制作游艇，小表弟制作。哎呀，这次的比赛我太喜欢了，正好最近要去海边玩，做出来的游艇可以带过去冲浪。你们看，我的游艇就大功告成了，开起来真是太爽了。我还特意做大了，这样就可以带爸爸妈妈一起玩了。Nice。狗华制作。小表弟那做的是轮船吧？游艇哪有这么大的？还是看我来制作一个超级牛的游艇吧。首先我们进入插件库，在插件库里找到生物海马，把它的外观模型换成我们的大鲨鱼。换好以后，进入游戏放出一只海马驯服。你们看，我现在就坐在了我的鲨鱼游艇上，是不是比小表弟那个帅多了？哇塞，这也太牛了吧！我也要回去制作一个冲浪。Oh my god！ 哇！不同人制作最强怪物，小表弟制作。今天的比赛太刺激了，因为我做的怪物你们绝对想不到。切，又在吹牛了。首先，我们打开工具模式，选择创建新生物。在这里面，我们可以随便选择一个迷你世界怪兽了。你们看我这个做的怎么样？我就想问，谁做的怪物有我这个厉害？刺激！狗华制作。小表弟那做的什么玩意啊？我做的生物小鸡他都打不过。大表哥，你就别吹了，这牛都被你吹上天了。那小表弟你就睁大眼睛看好了。首先，我们打开触发器，点击事件，点击生物，选择生物被攻击，生物类型选择小鸡，接着点击动作，点击玩家，选择击败玩家。现在不管谁来打这只小鸡，都会立马嗝屁，这不就是最强怪物吗 Oh my god！ 哇！不同人让羽蛇神飞天，小表弟制作。今天的比赛简直在侮辱我的智商呀！让羽蛇神飞谁不会呀？对我来说，用脚都能做出来。你们看，羽蛇神现在不就飞在天上了吗？你这羽蛇神看起来怎么怪怪的？有本事你转换创造模式。我还以为多牛呢，你这不就是在空气方块上放了羽蛇神吗？狗华制作。小表弟真把我们当傻子了是吧？那样也能算让羽蛇神飞吗？还是看我来制作吧。首先我们从背包里拿出蜜蜂或者萤火虫，接着打开触发器，点击事件，点击生物，选择创建生物，然后再点击动作，点击生物，选择改变生物外观，把生物外观换成羽蛇神。这样就大功告成了。我们直接在地上放上蜜蜂，你们看羽蛇神这不就飞起来了吗？是不是比小表弟做的牛多了？不同人制作保护罩，小表弟制作。保护罩这东西真不是我说，我躲在里面的没人能靠近我。首先，我们在里面放上一个我们想保护的东西，接着拿出空气方块，把这个东西给笼罩起来。最后转换玩法模式，现在我的保护罩就大功告成了，谁也无法靠近我的宝贝。狗华制作。小表弟做的什么保护罩呀？那还不如直接用基岩呢，抗炸抗伤害。他那个我火箭筒直接给他炸掉，还是看我来制作吧。首先我们在地上激活一个雕像，接着我们打开触发器，点击事件，点击玩家，选择玩家进入区域，这个区域你想做多大都可以。选好以后，点击动作，点击玩家，选择击败玩家。现在只要有人靠近这里，就会直接嗝屁。要是你害怕有人炸你，你还可以设置一个销毁飞行物的触发器，这样不管是子弹、弓箭还是导弹都进不去。不同人制作洗车房，小表弟制作。哎呀，今天的比赛我太喜欢了，正好最近我买了一辆新车，做个洗车房给我自己洗车。首先我们使用任意方块做一个房子，做好以后在房子中间挖一个3×3的坑，挖好以后在房顶挖一个洞，每次你想洗车就把车停在这个坑中间，然后往上面倒水就行了。
你们看，这不就是一个洗车房吗？狗华制作。小表弟那个洗车房也太麻烦了吧！我做的可是自动洗车房。首先，我们也随便做一个这样的房子。做好以后，打开触发器，点击事件，点击玩家，选择玩家使用表情，把表情设置成你喜欢用的表情。接着点击动作，点击方块，选择创建方块。方块类型选择液体水，创建的位置选择在房子的天花板上，然后再创建一个销毁的触发器。这样我们使用伸懒腰，水就会流下来；使用鞠躬就会让水停下来。是不是比小表弟那个牛多了？不同人制作闹鬼门，小表弟制作。哎呀，今天的比赛太好玩了！我最近看大表哥不顺眼，正好用这个鬼门吓唬吓唬他。你们看，我的鬼门就制作完成了。要是晚上看到的话，还真以为见鬼了呢。狗华制作。小表弟那做的是个啥玩意啊？我做的鬼门比他那个厉害多了。首先，我们使用特制的方块在地上做一个门框。做好以后，拿出字牌在上面写上闹鬼门，然后打开触发器，点击事件，点击玩家。选择玩家进入区域，把这个区域框选在这个门里。接着点击动作，点击玩家，选择改变玩家位置，把这个位置放在你觉得最恐怖的地方。最后转换玩法模式。现在只要有人进去这个门，就会立马传送到怪物坑里，比小表弟那个恐怖多了。不同人制作厄运机器，小表弟制作。制作厄运机器对我来说，那就是小菜一碟，让你知道什么叫死亡的恐惧。首先，我们在地上放上我们的机器，放好以后，把周围一圈的方块全部挖掉。挖好以后，打开插件库，点击方块，随便找一个方块，把它的外观模型换成草块，再把碰撞类型换成空气。换好以后，进入游戏，在坑里倒上岩浆。倒好以后，再用修改后的方块把岩浆隐藏起来。现在我的厄运机器就大功告成了，不管谁想靠近，都会直接掉进岩浆里，是不是特别牛？狗华制作。小表弟真是给我整无语了，他做的那个明明就是坑人陷阱吗？还是看我来制作厄运机器吧。首先，我们同样在地上摆一个机器，接着打开触发器，点击事件，点击玩家，选择玩家进入区域。这个区域就框选在我们的机器附近，接着点击动作，点击道具，选择创建投掷物，投掷物类型选择雷电法球，区域选择在这个机器附近。然后我们再创建一个触发器，事件设置玩家点击方块，动作选择击败玩家，最后转换玩法模式。现在只要有人靠近机器，就会被雷电击中。要是想触碰机器，那就会直接嗝屁，像是被诅咒了一样。不同人制作传送门，小表弟制作。不是吧？现在还有人不会制作传送门吗？这不是有手就行的事吗？直接拿出传送门框和传送方块，像我这样摆就行了。诶，怎么没用了？你是不是傻？传送门已经被删除了。对哦，我怎么给忘了？没事，我还有一种方法，那就是直接找一个以前的传送门，使用区域复制方块把它给复制下来。你们看，我这不就做了一个新的传送门了吗？狗华制作。那要是找不到以前的传送门怎么办？就一辈子做不出传送门了。我的方法比他的好用多了。我们直接打开微缩资源工坊，在搜索栏输入传送2个字，随便下载一个传送道具，然后在地图里放出来。你们看，这不就是一个传送门吗？是不是比小表弟那个厉害多了？不同人制作电灯，小表弟制作。不会真的有人连电灯都不会制作吧？制作电灯这玩意对我就跟吃饭喝水一样简单，而且我做的电灯非常的好看。首先，你得像我一样制作一个这样的房子，做好以后拿出我们提前准备的灯，把这个灯放在天花板上，最后转换成晚上。你们看我的电灯是不是非常的好看？
可是你这电灯要怎么关呢？狗华制作。小表弟做的那个电灯是准备不关了吗？他的钱是多到用不完了吗？我做的电灯可以关也可以开。你们看，我的电灯就制作完成了，晚上回家就可以开灯，这样整个房间都会亮起来。开完灯想睡觉就再按一下开关就可以关灯。Oh my god! Wow! 不同人制作窗帘，小表弟制作。哎呀，这天怎么越来越热了？今天我都穿上短袖了。今天的比赛是做窗帘，正好做个窗帘来挡挡太阳。首先，我们在地上放一个微缩工具台，接着拿出任意方块，像我这样摆出造型。你们看，窗帘就摆好了。摆好以后，使用微缩工具台把它给生成。现在把这个窗帘摆在窗户上就行了。你们看，我的窗帘就大功告成了，是不是非常的好看？狗华制作。小表弟那做的是个啥玩意啊？他那个窗帘根本就不能打开，我做的窗帘可是能开能关的。首先我们打开微缩资源库，在资源库里像我一样搜索这个作者的迷你号，下载他制作的这个窗帘。下载好以后，把这两个窗帘在插件库里进行修改，把它们随便改成2个方块。接着再打开触发器，点击事件，点击玩家，选择玩家，点击方块，再点击条件，点击方块，选择方块类型判断。第一个方块类型选择事件中的方块类型，第二个方块类型选择我们修改好的打开的窗帘。接着再点击动作，点击方块，找到替换方块，方块类型就选择关闭的窗帘。设置成以后，再设置一个一样的触发器，只需要把第二个方块类型换成另一个关闭，就大功告成了。你们看，这就是我做的窗帘，点一下就会打开，再点一下就会关上，是不是比小表弟那个厉害多了？